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发电，然后今天一样是用录音的方式，然后搭配图片，跟我之前在脸书发的文。我只是希望借由我以前的发文，因为你在脸书发文，它会有给你一个时间的戳记。我只是希望借由这一点证明，我不是在因应时事在蹭流量，而是证明我以前就有在关注这一类的事情，而不是说最近什么东西红我就蹭什么东西的流量，并不是这样子。然后今天第一张图，这个是截取 YouTube 上面 TED 这一场演说，这边有时间点，在左下角这边可以看到，这一场演说是2010年6月10号上传的，但是我印象中我更早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的辩论会，好像不是 TED 办的，只是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办出来的。这场说明会在 YouTube 上它有中文翻译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找它的那个影片标题，或者上方这边我自己打的搜寻关键字，你就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一片。然后第二张图这边，这张是2017年6月12号我的发文，我在我的脸书的发文。那这边我就讲到，好像10几年前，几乎所有知名的反核学者及专家都已经公开承认，目前只有永核才能减缓地球的毁灭，就是全球暖化的议题。我这边讲到的10几年前，就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就是大概比刚刚那个 TED 他们的辩论会更早之前，我就看过另外一场辩论会。然后出席的学者都是世界知名的、全球公认的专家跟学者，相关学者，他们就有讲到，没有错，核能如果像车诺比核电厂爆炸案跟那个福岛核灾爆炸案一样，问题是车诺比它是属于人为，福岛是属于天灾，不好意思。那重点来了，两个都是爆，问题是造成了多少伤害？然后他们爆完以后，大自然如何用它神奇的治愈能力？你只要给它时间，它绝对会把它修复好。问题是你要给它时间，你要给它正确的能量的环境，它才能去修复它。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在各个搜寻网站应该搜寻全世界最美的地方，应该都能找到车诺比跟福岛核灾的现况。大自然用它很神奇的力量修复它，这个都有专题报道，国外很多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应该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这一张图，两只企鹅，这个是2018年我的 po 文。我印象中，这已经是台湾反核运动很后面了。其实当初我很讨厌那场反核，是因为它整个出发点都被扭曲掉了。因为当初真的要反是反核四，这样讲好了。以前的核呢，台湾有4座核能电厂，核1、核2、核3。都是我们请世界各国知名的团队，知名的厂商来帮台湾建造安全的核能发电厂。所以核1、核2、核3在建造的过程中没有错，有阻力，但是并没那么夸张的大。但是核四这一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反对？它的出发点是核四厂是台湾一手规划，这样讲很难听啊，就是台湾人又异想天开，认为说我们可以自己建造核能发电厂，结果搞到最后真的是搞到跟四不像，
这个相关的报道网络上很多，台湾报的也很多。反核跟反核式是有差别的，全世界都在用核能，没有说核能危险，但是没有危险到那个地步。就像刚刚讲的车诺比跟福岛核灾，没错，他们爆了，问题是造成多少伤亡？今天如果说地球因为全球暖化，生态浩劫，死掉的是多少生命体？我们不要讲人类，我们只是一份子，我们也是要去注重那些其他的物种。那相较之下，只要我们能够把核能电厂维护好，真正盖到安全，不要那么贪，什么都用最低标下去建。当初在反是因为反核式，结果被政党操弄，变成说反核能，这个就很奇妙了。没有错，世界各地都会在反核能，问题是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来看好了，我们一直烧煤炭，一直烧天然气，一直在增加地球的温度。那目前看起来能够减缓，没有科学家敢说用核能地球就不会暖化，或者说就能治愈。问题是至少你用核能，你可以把温度降，不要再继续升高。你让地球，让大自然有时间慢慢的去恢复、去修复。像臭氧层现在也说稍微补起来了，也是要给大自然时间啊。然后像现在越来越热，又在推电车，大家又拼命的滑手机，然后越来越热，大家又拼命的吹冷气，的用电就对了。那是不是造成我们光说实在话，以今天5月21号，新闻台最近旁边都会跑一个全台可用的发电量的一个数字，那个都已经跑在80%左右了，都在我们全台的总发电量都已经吃掉80%左右了，随时随地，而且是白天哦，我刚大概就接近10点11点的时候看，都差不多在80%左右了。那如果到了晚上呢，大家下班回到家又开始了滑手机、开电灯、吹冷气，然后晚上是不是又可能哪里要跳电，或者说火力发电厂那个天然气发电厂又要一直烧，所以我只能说啦，核能恐怖，但是我们小心应付它，它没有那么恐怖。虽然火力发电厂、天然气发电厂很安全，但是我们肆无忌惮的使用，它才是造成地球伤害的真正元凶啊！像这张图，2019年的我的发文，周五为未来而战，这也是讲地球暖化，真的要给大自然时间啊，去修复。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给它时间。我们讲难听点，人类已经某些人类啊，真的已经贪婪自私到没有去顾虑到其他东西了。要稍微热一点就一定要吹冷气，然后稍微冷一点就一定要开暖气，都是在用电啊。你冬天用电量当然比较没那么高，是还好。问题是我们不管用电量高用电量低，台湾都是在使用最污染的方式在发电，然后我们又一直鼓吹电动车，一直鼓吹诸如此类的东西。好，然后现在最后一张图，这张图是2019年上传到 YouTube 的，也是刚刚那个基金会 TED 他们的辩论会，但是这一场应该是没有辩论了，只有解说啦。然后里面的这一位他都有讲到，我们已经知道再生能源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拯救地球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比较用开阔的心胸去看待核能，
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只有核能够减缓地球的暖化。然后这些相关的报道，只要各位有心，在各个在各个的搜寻网站，你只要打入关键字，几乎都找到相关的报道。然后甚至在 YouTube 上面，很多都已经有配中文翻译，只是时间都很长啊。像刚刚第一场 TED， 它就是将近半个小时，而且都已经剪辑过了。然后像这一场也将近20分钟，所以变成说，而且主要是这一场，我觉得这一场比较好啦。这一场的观看率已经上百万了，超过2年时间，观看率上百万了，比刚刚第一场 TED 他们办的都已经10几年前的讨论会了，只有几十万的观看率，这一点是比较让人家欣慰啊，表示可能，当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全部看完，至少会让他觉得比较多人在关注这个议题了。就像我的简介上面我有写，很多议题真的必须请各位一起去关心它，一起去推动它，因为各位的关心推动，你能够造成某些政治人物的立场转变。然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了解到事情的真相，而不是像当初的反核，是因为我们在反核式的不安全，核式发电厂它本身建筑的不安全性，当初反的是这个，结果被政党操弄到变成说只要是核能就是危险的，这个有点因噎废食啦，因噎废食就是给到然后就不敢吃东西。好啦，讲太多可能有很多人听不下去，又变成说我这一篇就没几个人看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